观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早安中国》。那我是高杰，现在呢，方伟和石山已经在现场了。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说点什么热闹事儿呢？今天呢，我们知道几个大事儿，我们一定要去谈。在上周呢，方伟包括石山呢都讲过了，他们对川普和普京到底他们这个和谈和泽连斯基会不会有效果？哎呀，被方伟预料中了。结果呢，现在突然发生一些事情。那从昨天早上，川普呢就很不高兴，在他的平台上不断的贴出一张照片，一长篇的这个短文呢。结果呢，今天我们基本上看到，好像是现在的乌俄泽连斯基和川普和普京之间的这个谈判和谈好像是没影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第一个话题一定要去谈这件事情。那方伟先说了，我得表扬你终于被你预料到了果然没有结果哎。你知道我有一次输了，我跟一个网红打赌，结果旁边很多围观的，我最后要请他客，最后大家都去吃饭，我大亏一笔啊！那次那是赌的是什么呢？那次我觉得川普可以把普京拉到怀里来，其实也是很大的一个错了。我后来就深刻认识我觉得我现在反思之后，但是我觉得这次我说准了，我也没有赢到什么彩头。对，上次为什么我们不打赌？可以这个铁口直断，但是不能下注。这个是很关键，万一输了。哎呀，你知道那个唐靖远呢？另外一个网红也是我好朋友嘛。他说你知道那个江湖上流传一句话吗？不能跟唐靖远打赌。是吗？你居然没听说过？对呀，我说你自己的这个说法不过还是很高兴这个不能这么说，其实是个坏事儿，是个坏事儿。我很不希望我能预料准但是我确实一直看的就是这样，甚至往前看，我觉得我还能往前再看一段，今天可以跟大家交流一下。那石山，你想到过吗？就是这么快？我们知道，就在上一周你看泽连斯基，欧洲七个国家领导人包括 NATO 等等，大家那么认真的，而且半夜凌晨1点钟还给普京打了电话，川普使了那么大劲儿，这才1-2天的时间，哐嚓就全都变过来了。对，你怎么看？这个就是欧洲人对跟俄罗斯人谈判一直有一个恐惧心理因为跟俄罗斯谈判太困难了。其实中国人跟俄罗斯谈判也很困难，都是一样的，都一样。我跟你讲，最典型，你倒回去看看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俄罗斯跟周边这些国家打仗每个国家它都有和平条约的。就是包括波兰，包括德国，包括芬兰，包括日本，就是他该撕毁的时候，他一点问题都没有，说了不算。对，说了不算。这个而且这个谈起来也谈得很困难这个条件要的很，像跟宋子文不是谈了蒙古独立的事情吗？外蒙独立。对，就是外蒙独立的事情，也是谈的这个中国人在当时中华民国的这帮人死去活来的，到最后按照道理，你跟这个政府谈完了是吧？他说你所有的城市，东北的城市你必须交给这个政府军，然后什么什么全部都移交，最后他交给你个城市都是空城。然后把物资把什么全部给了共产党，所以最后蒋介石那边就认为这个中苏的这个和平条约是不算的，就不能成立，因为你没有落实你的这个答应的条款所以就不算。然后中共再跟苏联再签，所以再认定蒙古独立，所以蒙古独立算是中共现在是不提这个事儿。对，实际上你觉得我的感觉，这次我觉得普京跟以前有所不同。其实我认同你说的这个话，在过去20多年，其实普京是2001年上台的嘛，他说话呢经常是就是说一套做一套。但是呢，我觉得这一次实在是真的有点，我觉得过分了。但是我去回头去复盘呢，我去推测普京为什么这么去做因为在这个阿拉斯加说的非常好，15号那是。你知道维特科夫说，他们上来就让步，非常有希望。北约第5条虽然不答应，变相可以实现。你知道这就是给美国代表团的这样一种印象他甚至私下哈特麦克对不对？跟那个这个叫做什么热麦，川普就透露出来说，普京跟他讲，我接受和平全是因为你。说的川普心花怒放。对，你都觉得这种话不至于是完全拿来忽悠吧？我只能这么去说我觉得呢。
我觉得普京背后影响他有个非常重大的因素，因为他发动俄乌战争之后呢，如果我们换位思考的话，去想普京他这一次是非常糟糕的一场战争。对他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己的政治生存问题，因为打了一场其实是不能叫惨胜啦，就是打了一场僵持战，到现在呢是上百万的伤亡，打掉5000亿美元的这个财产。还自己放在西方的那3000亿也是下落也肯定拿不回来了，所以是将近1万亿的这个资产，最后打下来呢，其实今天的战线跟2021年是一样，2022年是一样的。所以呢，对他来说，谁能帮他，谁能救他，包括救他的政治生命，包括救俄罗斯，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中共给他的这个支持，或者腐蚀，或者承诺，或者诱惑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起到了主要的作用，让他心思全部带在那边了。对，因为他觉得中共经济体量那么大，整个可以跟欧盟抗衡啊，对不对？我们加在一起，那为什么有输面呢？特别是当他看到川普并不想跳进战团，直接跳进去下场的时候，我觉得他自己会有他的这个怎么说他的信心哈。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就是他这么一出，因为和谈热热闹闹的，对不对？认认真真的，热热闹闹的。在阿拉斯加，然后包括在周一，然后星期一的时候在白宫，川普在给他打电话，他都表示说他说我跟泽连斯基先谈。所以这后边发生的呢，就是俄罗斯方面提出来，跟乌克兰方面提出来说，要求中国加入安全保证国，结果被泽连斯基直接给拒绝了。这也是这2天之间发生的一个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新闻了。因为呢，我们知道从打仗开始到现在，乌克兰呢都知道俄罗斯背后的是中国。虽然呢以前乌克兰直接对中国方面军事方面潜艇帮助了很多很多，但是呢，中共在这个方面是绝对没有去站到乌克兰这边的，相反是死死的去顶着俄罗斯这边。所以呢，这次呢，这个泽连斯基态度挺硬的，他说我们绝不需要那些不帮助乌克兰，在我们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没有伸出援手的担保人，这很有 guts。所以这个呢也被外界或者是网上评论就在说，哇，这是泽连斯基第一次这样的点着名的拒绝了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加入。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俄罗斯方面呢，他们认为说，我们为什么拒绝你就根本没有形成1对1的条件，几个原因。第一，他说，川普总统你跟泽连斯基说好的一条到他这儿全都没有了都没有了。他是说乌克兰这边都不落实了。对，他说他不落实，比如乌克兰要的安全保证，然后俄罗斯方面不是要领土吗？他说你不能够加入北约，对不对？现在呢，俄罗斯的外长说连这条他都没答应。还有呢，领土问题，说的泽连斯基呢，通通说不。他当时我们要总统会峰会嘛，那你前面要做好所有的谈判的条件，现在没有一个条件达成的，谈什么谈？现在不具备1对1峰会的基本的条件，所以这就是这2天新闻非常的发酵那不管是美国媒体的采访还是对外，现在俄罗斯的外长基本上就把这个就给讲出来了。所以呢，这里边呢就有的说了，泽连斯基真的敢吗？真的敢？说已经拉着他的欧洲的朋友，在白宫跟川普又再次见面，又学会说怎么谢谢川普，然后呢都谈好的 deal， 他现在联系的时候 no， 到底这里边谁说的是真，谁说的是假？我说很明显就是俄罗斯说的是假话，因为他所有说的这些事情他就是说在这个叫做今天之前。一个是普京给这个白宫给了一个叫做 formal demand 我们知道这个形式是什么样的意思，就是说提出条件你不能进北约，正式的条件，西方的部队不能进到这个乌克兰，然后你要把顿巴斯全部还给全部都给我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呢，他的外长再说个话真的很离谱，的意思就是说泽连斯基，你没有资格跟我谈，你不是合法的总统。对，这就是根本就不想谈嘛。所以那个 NBC 的那个记者就说。就是我们 ready 谈，但是后面有这个条件，他就说你不要说了，就是不谈，对不对？他说对，是不谈，其他都是废话。他提的这些东西就是不谈的意思，都是打幌子所以我想说的几点包括是梅德韦杰夫，他以前的那个小弟嘛，他的那个我就把叫二弟以前的那个二人转里面的对，在说那么凶的话
没有他的许可肯定不会说那么凶的话，但是他不说这个话。就是这个用俄武核潜艇的这个事情。对，所以呢，这个普京的两面派，我觉得就是发挥的非常非常强啊。所以我真的是觉得，我觉得中共教了他很多东西。我简单的说吧，教了他2个东西哈。大家知道，这个在国共和谈的时候，中共讲一句话叫做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在 WTO 的时候，那更加是满口答应，什么都不做。这2个事情，前者让中共赢得了国共内战。对不对？最后就拖到最后，他就壮大起来了嘛，把东北这个军队到东北站住脚跟，在东北开始反攻。那么在 WTO， 中国的经济涨12倍，就从2001年的满口答应，啥也不干开始。所以我觉得中共把他的法宝现在都交给普京了。我认为哈，那普京当然现在还做不到满口答应啥也不做，但起码谈谈打打，打打谈谈他学会了。跟西方就跟他谈，那没关系啊。我也在想，今天是8月22号，9月3号，普京还要到中国那边去参加军事这个阅兵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去想一想，川普是希望1-2周之内他们就1对1能谈判。那我在想，他可能怎么也得拖到9月3号、9月10号之后吧，把中国这个阅兵先弄完了。他怎么可能在阅兵之前跟乌克兰去见面呢？所以从时间上，我觉得他拖我也能理解。但是方伟，你刚才讲说中共教给他的，石山以前说了，不是中共那套都是从苏联那儿学的，不是去教给的。人家石山说的也对，我觉得我说的也对，先教给他，结果徒弟青出于蓝再教回来。所以现在这件事情呢，就把川普给惹急了。所以你看哈，就是我们去看川普在昨天上午9点的时候就贴出了一个图片来，这个图片呢特别有意思。那上边呢就是川普呢手指着普京啊，就是跟他像训话似的，但普京是对。这怎么变成黑白的了？上面应该是彩色的，下面是黑白的才对啊！这个照片看见了啊，上面是川普呢，哎，这个指着普京，下边呢，这个是非常有历史的意义的一张照片。1959年7月24号，在莫斯科的郊外啊，那当时呢是一个展览会，一个模拟着美国的郊区家庭的这个厨房里边，尼克松指着赫鲁晓夫，那右边那个呢，好像是这个这个是尼克松，然后他们2个有一个厨房的辩论，这个是1959年特别有意思的。他把这2张图片呢，昨天早上给贴出来了，所以呢，网上呢就炸了锅了，你知道？就看这张照片就各种解读啊。一种呢就说川普用这个照片表达自己的强硬，那一种呢就说你这完全是政治秀。说你看那个1959年他们俩的表情是什么样子，你看现在普京还笑眯眯的哈，你不要拿这个来去给自己做遮挡。所以呢，在网上就在吵这件事情，但是却把那个时候呢1959年的这个厨房辩论呢整个就给翻出来了。所以当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当时尼克松跟这个赫鲁晓夫进行辩论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争论点，那就是说这个尼克松就说他啊，说这个赫鲁晓夫，你的儿孙辈啊，将来就会生活在自由的这样的民主的社会环境当中。那赫鲁晓夫肯定不干嘛，赫鲁晓夫是很强硬的，当时和他2个就你来我往的去辩论。这个尼克松，他们是当时1958年，他们各自签订了一个美苏之间的一个展览会。进行文化交流所以呢，这个美国方面就跑到俄罗斯郊区弄了一个3万多英尺的。像一个 warehouse 吧，他做了一个厨房，美国450家的公司跑那儿去赞助，展示美国人的生活。那同时呢，苏联这边跑到纽约这边也做了一个苏联的这种展览。那他呢是互相带领导人，那就是尼克松副总统带着美国方面到那边是展示西方的自由民主的这种社会。所以呢，他那个厨房里边什么榨汁机啊，各种的这个什么洗碗机啊，这种家庭厨房设备。然后这个赫鲁晓夫和尼克松他俩就吵，然后说展示榨这个果汁机，这个赫鲁晓夫还埋汰他们说你们净整些复杂的没用的事儿，那我们拿手就炸了那个柠檬，还用你那个榨汁，你们有没有弄一个把那个饭送到嘴里的啊？就他俩就唇枪舌战的。然后当时尼克松还反驳他嘛，他说你也可以当一个很好的律师，但不要总插话，就很强硬的这2个人。所以呢，这个就特别有意思。那结果呢，后来呢，这件事情在美国也是说的很多嘛。这是1959年，等到了1991年的时候。和1999年的时候，赫鲁晓夫的儿子已经到了美国，在布朗大学。后来呢，到1999年还是加入了美国籍了真的是
被尼克松说对了，就说你不但是过上了，人家直接成为我们美国人了。而赫鲁晓夫呢，直接他是死在了苏联，而且到现在为止哈，这个他的儿子还生活在好像这个罗德岛。啊，就生活在罗德岛。那这个照片呢，被认为呢是当时尼克松对苏联非常强硬的这么一个缓解了。然后呢，也是后来美国的《时代》杂志都把它评论说，这是在第2年嘛，1960年尼克松当总统的时候，这个呢就起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帮助。当时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是7月24号当天拍完了之后呢，美国这边就直接放了，而苏联呢过了2天才拍。但是呢，把尼克松跟他俩对说的这个全都剪掉了，尼克松的话都剪掉了，只留下了这个赫鲁晓夫的一些话语了，就挺有意思。那个年代苏联也这么去做。他说，其实那个年代有点像是中共这个前面早期，比如赫鲁晓夫有点像邓小平加江泽民的这种感觉，他是有点像这样的一个人物。第一，他就缓解冷战的紧张局势，在当时缓解，因为这个说是大家还是和平竞赛，赫鲁晓夫提出来和平竞赛，然后就说就是缓和这个局势，然后双方就是加强往来，但实际上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结果。我记得好像是尼克松在那个时候讲了非常著名的一句话，叫做资本主义呢和社会主义都是追求均富，但是资本主义呢是把穷人往上提，社会主义呢，共产主义是把富人往下拉。大家都是这个平衡，这个当时说了很有名的一句话，就他说你们那个结果就是会越来越穷，我们这个结果会越来越富啊，就是大概是这样一个说法。其实那个在以前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那个国务卿嘛，杜勒斯对不对？也说过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共产主义你坚持不过3代。到第3代你就变色，对，山河变色。那果然也让他说对了嘛。没错。你知道这个赫鲁晓夫和尼克松的这一张照片呢？这张照片成为中共批判赫鲁晓夫的一个重要的证据。你要和美国人搞在一起，还被别人这个指手画脚，被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这个代理人这个指手画脚的骂你。那个时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时代，但很快啊，那个尼克松不是那一次，第2年他选总统他没选上，他输给那个谁了，肯尼迪，对，输给肯尼迪了。所有人都觉得尼克松能选上，但尼克松长得没肯尼迪漂亮，高个的永远是赢家啊，在美国美男子。那一次后来是什么？肯尼迪和尼克松第一次有一个电视辩论，这是人类历史上2个这个政治领导人第一次辩论，结果全美国的这个妇女同胞都特别喜欢肯尼迪，长得帅又年轻，是吧？这个所有人都觉得应该尼克松，这个就搞政治的人都觉得应该是尼克松，因为他有经验，他一步一步的从下面做起来，而且这国际国内他都非常有经验。但是没办法，他那个感觉他口齿没那么伶俐，这个气质没那么漂亮，所以你想这个妇女半边天啊，一半投票，这没办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对视频的掌握不好，全是灯光的错。你看我们这节目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就是因为灯光打得好。我们从尼克松那里汲取了教训。所以再回过来哈，昨天早上川普把这张照片贴出来了，他表达了川普要表达什么？这就是俄罗斯普京啊，他们自己变卦了。那川普呢，兴冲冲的跑到拉斯维加斯阿拉斯加，然后呢，又去把欧洲允许大家都跑到白宫一通聊，然后呢，半夜又给你普京打电话，那么信任你，你现在把川普给涮成这个样子，川普的这种愤怒可想而知。所以你看他这2天，他首先就贴出这张照片。那你们怎么解读他贴出这张照片？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对啊，冷战的开始。又一轮冷战，对，我觉得有可能，因为很快啊，你知道这个那是59年是吧？等到这个肯尼迪上台以后，马上就是古巴危机了，冷战一下子就飙升啊，升级，大家就开始挖防空洞了。
要到处借房。我帮他翻译啊，川普的意思是说，你想跟我为敌吗？跟当年一样。这是我的解读。对吧？当时他们有一段呢，就说我们苏联用45年就可以赶上你们47年就赶上你们美国，再过7年我们就跟你说拜拜了，早让我们甩到后面去了。这是赫鲁晓夫很有信心，但是呢，结果，所以他提出来就是叫和平竞争嘛，和平竞争。毛泽东批判他，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这个就是要战胜资本主义，怎么战胜呢？就是列宁的方法才行。列宁的方法就是要武装夺取政权。什么叫和平竞争？跟资本家跟资产阶级哪有什么和平竞争？就是要把他们消灭，把他们打翻，然后把他们扫进历史垃圾堆。这个全都是后来中共批判这个苏联的一个词。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语言，也可以说这是一个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个大辩论啊，两国的总统的一个辩论。那么结果被尼克松说准了，你不但没有撵上美国，最后呢，你的苏联都解体了，你的儿子都跑到美国成为美国人了。这个数字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苏联的 GDP 最高的时候，相当于美国的70%。这个很有意思，然后就到顶了。然后就再也顶不上去了，再也顶不上去，就很逗的，很有意思的。这个苏联之后，苏联开始就经济衰退了以后，第二个到美国70%就是日本，也到了70%，到了70%，然后又上不去了，又美国又往前冲，它又回去了。中国是第3个。中国现在是第3个，现在也是70%，到了70%。我记得我们上中小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一直宣传都是苏联才是这个中国最大的敌人，苏修啊是最大的敌人。美国佬也坏，但是美国佬那个很远，美国佬不敢打仗，但苏联人很怎么样，就讲苏联苏修帝国主义。一个是陈兵百万，第二个就讲他为什么比美国的威胁还大，就谈到这个70%。我那时候小不懂啊，但是我这人就是可能有点，就是把那个当时的那个场景记住了。那个政治老师讲的话，他说为什么70%会比美国的100%威胁更大呢？因为他是集权社会主义的这种，他不说社会主义，他说他们是这个官僚资本主义垄断的，所以他国家掌握的资源是远远超过美国政府掌握的资源。哇哦，这个很清楚。你现在看就是跟中国的情况是一模一样啊，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他当时就是这么说，所以他说，比如说美国政府是100块，他能够掌握30块，苏联政府大概可以掌握50块。这个，他虽然只有70%，但他可以掌握50块啊，所以他就威胁就大。当时这是给我们的一个这个对我们那一批年轻人洗脑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我想说一下，美国也是挺有意思的。你看哈，跟苏联的时候呢，那是他的曾经的2战的盟友，然后呢冷战的敌人，然后跟日本呢，这是自己的手下败将，然后呢扶持起来。但是呢，这2个国家都对美国没有说像中共渗透的这么厉害。美国人好像是吃豆不嫌腥啊，一次又一次的。然后呢，你跟中国这次，中国可是把美国给渗透的要死要活的。他讲话这是他从来没有遇过的敌人。他对苏联那个时候，苏联也没有对美国渗透的如此的厉害。你看这中共可是不得了，方方面面全方位的对美国深入腹地的这样一个渗透。所以这次美国可是真的是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对手。但是这到底结果会怎么样？方伟，对我觉得我们接上次你说的那个话题哈，我觉得你说话题我非常同意，但我觉得要把整个故事讲完，就是川普这次为什么会误判？我认为川普对普京实在是太寄予希望了。因为他当初在竞选的时候说我24小时能够停战，很多人都说他瞎扯，我真的相信，我不知道我跟你辩论过没有哈？对不对？我为什么相信他呢？就是2句话。第一，他跟乌克兰说你不停战，我就把我的支持全部撤掉，你马上被人家碾压，对不对？你没有我的支持，你怎么打得下去呢？然后那个俄罗斯你不停战，我就把所有的力量压到乌克兰那边去，打你一个落花流水，让他反攻到你的境内。你要不要这个？你不要的话，我们就进来谈。第2句话，川普到今天都没有说出来，原因就是他真的没有说出来。以我的了解，他真的没有说出来，他没有跟普京说你不停战，我就全力压上去，打你个落花流水。
能不能做到？他能做到，当然能做到了。欧盟也 on the board， 美国也 on the board， 为什么不能做到？能做到，他到今天都不做。不做的原因就是石山上个星期五说的那个话。川普实在是对普京抱有一个你说俗一点叫做善意的希望哈，他希望普京能够成为他的意识形态战争的一个盟友。是。就像他希望阿根廷，他希望什么这个，还有谁啊？阿根廷也好，意大利的意大利也好，波兰的，他希望，因为川普他眼里看到的就是他的左右之争，其实是极左和西方传统的这个争执。但不管怎么说，简单的说哈，这叫左右之争。他认为普京在这场左右之争，这是威胁美国、威胁西方社会最大的威胁，这是他看到的。然后呢，他希望普京能够站在他这边，他也认为普京会站在他这边，他一定要把这个人争取到这边来。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啊，就像我们上次说的哈，这个世界是两条战线，两条战线背后全是共产主义，另外一条共产主义是暴力共产主义或者叫列宁主义。1991年输掉了，美国觉得没有那个威胁，但是留下来几个货种哈，中共、北韩跟这个古巴、越南可能只剩个0.3哈，但这3个就是货种，它会再点燃的。那么因为这次俄乌战争，我觉得中共基本上就把普京拉到怀里，把他腐蚀掉。所以普京已经进到另外一条战线去了，但川普他不看重那个事情，因为川普对暴力共产主义，我觉得他的认识是非常非常浅的。美国人没有见过，我当初那个采访那个苏联的首席那个顾问哈，首席顾问这个叫做 Latavsky， 他跟我说，在1950年代，在这个时代哈，在刚才说的这个尼克松的时代，他说我们美国人都不知道苏联是怎么回事，没错，也不知道古拉格是怎么回事，因为共产主义没有进到美国，没有在美国奴役过美国人民，他不知道。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你不能怪他，他就是不知道，所以他后来才说东欧的、苏联的这些个叫做什么知识分子跑到美国来著书立说，上电台、上电视教我们共产主义怎么回事，我们才搞明白。川普也，我觉得他不能把那个东西联系到今天的普京和中共身上去，他认为中共就是个做生意的伙伴，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实在对普京是不会说这个重话，他也不会真正的威胁弄上去，他还是他就是过于乐观的希望把普京拉到怀里去，所以他看不到这一点。所以对共产主义，今天这个世界上，其实共产主义它有2个版本，共产主义之间它也不相容的，对，没错，对不对？它也不相容的，因为它就是集权性质。我为什么要让给你啊？都是共产主义，我就让给你啊，我也把你灭掉。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给川普造成了一种概念的混淆。所以他现在就一厢情愿，现在撞到南墙，就是因为他背后又是另外一个版本的共产主义。但是如果2个战线看得清清晰晰的话，你见招就拆招，准确的出招，就可以解决问题。这就是我觉得川普的误区。前半段是，但现在呢，我们有一点知道，川普就不想打仗。他真的不想打仗。如果现在乌克兰对苏联、对俄罗斯进行这种反攻，当时呢，这个战争很有可能，当时和现在会不会扩大？那就是你使用的是谁的武器？那当时我记得俄罗斯普京这边说，如果你敢用北约或者是哪个人跟你约定的用他们的武器来攻击到我们境内的话，视同于你们这个国家对我们开战，那我就要反击。哎，对，说白了，那就可能会造成整个战争的扩大。到今天为止，其实我觉得川普确实是不想打仗，他还是用尽他所有的力气，想去把这件事情能够谈成。那咱们那天分析的时候，我记得也在讲嘛，他可以不做，但是他还是做了。他做了之后呢，媒体也没有看好他，但是呢，他高高兴兴回来了，现在又不行了。其实川普做这些呢，到今天为止，他又会被媒体的去把他攻击一下。但是我想呢，大家都不可置疑的去看到了，这个78、9岁的老人家，他就是尽自己一切努力。你们说什么，我脸上挂不挂得上，你打不打我脸，我不在乎。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去争取进行和平的这样的一个推进的啦。对，我想问一个问题啊，现在是肯定，这个到了什么程度嘛？是这个俄罗斯那边已经说这个不谈了，还是没有？俄罗斯就说没有普泽会，没有普泽会。那至于说普泽川会，我认为哈，你让我往前推演一遍，我认为也没有，就没有这个东西了。对，所以呢，这件事情就变成原状。那普京在这种时候他要干嘛呢？我认为呢，他现在已经认知到谁占了什么土地就是谁的，现在已经成为双方都接受的一种没有明确说的一个共识，都得承认这一点。所以普京要继续往前推进，我认为是这样的，他继续往前推进，他的攻击力，他的各方面，他都会认为他现在有一个 upper hand 哈，有一个优势。所以回到刚才高杰说的这个，我认为哈，川普虽然真的不想打仗，真的是牺牲命，他花那么多功夫在折腾来折腾去，就是一个东西悲天悯人。没有别的，他否则的话，什么叫
传统战略叫做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美国退出去，你们打吧，你们全部烧掉，然后我美国独大。川普不想那个事情，就是因为悲天悯人。但是我觉得川普有一个，昨天他发的这个推很清晰，就说到这儿，一定要以战止战，否则是没有办法停下来的。所以他会认识到以战止战，他并没有一个很迂腐的一个迷思哈，就是我就是不打，就是不打，就是不打。所以他昨天贴了这么一段长长的 X 上面也贴了这段话，他呢就讲到了。他说，就是如果我要没有我的话啊，如果我要在的话，绝对不会有这场战争，这都是拜登的错，每次都要把拜登拿出来给敲打一通。然后呢，他就在讲到了，他就是要可以支持乌克兰，说你怎么能让他不反击呢？乌克兰有做得很好了，防卫的已经相当不错了，一场战争你不让他反击，怎么能取得胜利呢？这就是在战争刚一爆发的时候，几乎呢整个全世界都在讨论的事情，不允许乌克兰使用欧盟或美国的武器呢进行这种反击。那大家都在说你这么干，你这是战争，怎么可能呢？但是昨天他发的那张图片啊，然后之后呢，川普就说了这么一句话，那么他会不会支持乌克兰进行真正的反击？那么乌克兰还有没有这样的能力进行这样一个反击？俄罗斯在此这个节骨眼，他到底要怎么去回应？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又到了一个新的这样一个阶段了。最起码我觉得到今天为止，外长正式接受媒体的这样一个说法，他真的是把川普过去从周一，今天才没到周六呢，不到一周的时间呢，才4-5天的时间全部推翻。然后往前再推演一步哈，我认为呢，川普一定会释放支持给乌克兰，但是他不会决心下到说我原来想的24小时停战的，我全部力量压上去，凝结西方所有的力量压上去，把俄罗斯做出一个打你个落花流水的状态，这样才能把他逼回到谈判桌。川普不会这么做的，他只会逐渐增加压力，希望普京能够翻回，但是普京不会翻回的。所以我认为呢，又是回复到一个消耗战，而且会持续好多个月的时间。这是我对以后的预判，因为我觉得川普到今天也没有完全醒过来，他还是抱着他的希望。他认为这个普京会这个在不顺利的情况下，对，会愿意回到谈判桌前。没错。对，但他低估了普京开始这场战争给自己带来的安全跟焦虑。对这个是现在对普京来讲打下去。战场上不一定能打赢，但是呢，他在国内他这个集团里面，他可以交代。如果不打，也许是可以这个经济上有好转，但是那个东西是5年、10年以后慢慢见分晓，而他的压力是立即在集团内部产生的。这个是他的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不一定是他自己回去一想一拍大腿，老子搞错了。他不一定是这种情况，有可能是下面的人跟他说，那这个怎么办，那个怎么办？他会发现他下面的不同的政治盟友对他的讲话的态度有发生变化，这个时候他会赶快转。这个是最有可能的。对，我跟石山的看法是真的很相同啊。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很不幸或者很幸运的事情，就川普没有当过独裁者。他照道理应该做一个换位思考，他换成普京那边，他就会感觉到哦，他是这么来的，他不会那么做，因为川普一辈子都没有当过独裁者，将来也不会当独裁者，他就是以美国人之心来度普京之腹。他读不出来。对，他的独裁者就是他的公司，他的公司就是他的公司，他没有他不是他公司的 CEO， 他就是他的公司的老板。这个两个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他的公司的员工是不可能造反把他宣下来的，因为做错一个决定，因为他就是老板。对。但是对普京来说，他面临这种生存压力，这跟共产党的中共的生存压力是一样的。没错，对。所以我们就要大竞猜哈，我们推出今天第一个民调，问问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在下面讨论的非常的热烈哈。那您觉得接下来的这个乌俄谈判到底会是像方伟说的这样一个前景吗？又会像过去一样这样的无限的消耗下去？那就打一个1。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对印度、对中国的2级制裁会不会推出来呀？那所有的这一连串的欧盟之间又怎么进行反应啊？它能不能进行更多的支持啊？这一串的话又回到了这个原点了哈。那如果不会，你说很有可能呢，川普真急了啊，施加点更大的压力呢，普京可能也不太想跟泽连斯基1对1的谈，他还是想拽着美国进来。但是我们都知道，普京很不喜欢他
泽林斯基跟他平起平坐啊！你以前你是什么呀？你是给我表演的，今天你要给我作为总统，所以普京那种心结也能理解，他真的想让有别的人平起平坐，是给别人的面子，我绝不给你面子。我想这也能够理解。那么。不管怎么着，那现在呢说川普继续努力，那普京还会回到谈判桌上，可能呢会加一个什么人进来，那你就选一个2哈，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民调。那已经看到这儿的朋友，不妨给我们的频道点击一个订阅，摁下小铃铛，然后呢为我们节目点个赞，好不好哈？这是我们第一段讲到这儿的，因为这件事情呢实在是很戏剧性，从上个周日吧到阿拉斯加，然后呢到周一，就川普是真的很努力呀，然后你也看到了西方领导人也很努力。包括泽林斯基也很努力，那普京我们看到呢也很努力。其实我还没看到中国也肯定也在很努力。哎呀，后边没看见啊，在台面上大家都很积极的在去扮演自己的角色，但是真的没想到今天才是周五，其实昨天就已经变光子了，就3-2天之内全部又回到了原点。那么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到今天为止不得不谈，而且必须得谈，因为它直接涉及到下一步所有的发展。但是呢，对川普来讲呢，这个如果说，你要如果说对川普来讲，我觉得也。现在媒体也没有太怎么的去嘲笑川普，虽然还是讽讽刺刺的啊，就反川普的人还是讽刺他。川普其实最近做了好多事儿哦，在美国就国内国外他做了很多事儿，所以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一个是昨天川普他自己的那个5.5亿的罚款，昨天5.3亿，对吧？他那个已经被取消了。5位法官哈，上诉巡回法院直接把原来纽约州的那个法官的判决给推翻了。那这是川普的一个比较大的胜利哈，他很高兴的去，现在他在地西呢嘛，去带着800国民自卫队的人去整理地西的治安，然后呢去看那些自卫队的这些军人的时候，带着白宫的什么自卫队国民警卫队，说成日本的了。哎，他带着白宫的这个汉堡，然后还带着这个披萨到现场发给大家，还特意说了这段。你看，他这个我们已经赢了啊！我那天他就是政治猎物。就这个呢，其实我觉得对川普来讲，真的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反转。那我想在整个的历史上，对美国总统去照了一个罪犯的那样的一个照片上庭受审。这川普真的是写下了一个记录，谁也没想到那个时候的川普今天能翻盘呢。所以昨天他也很高兴的宣布哈，那方伟当年你觉得能翻盘吗？当年真的是不知道，看到那种乌云压顶的那种感觉啊。不是我其实是有感受的，因为，我们的印象里面川普都是很硬的。就是说你来我就给你顶住，怎么样？但是你看他对于遵守法律、对法律制度本身的尊重，你法律制度是不是会犯错？会，但就算你犯错，我还是尊重你这个体制。这一点我是。可能我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啊，我们从小在大陆这个受教育啊，我们觉得这个是简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恨不得一拍板，老子起兵造反了这种感觉啊。但是你看他真的是能忍下去的，是他这个不一样，他真的是有你说这一点是让我非常佩服的。多少人指着他骂他，你就是个强奸犯，你就是个什么这样那样的啊，你就是个重罪犯。你看到现在互联网上，包括中文的网媒上面，都还有这么很多人骂说，美国简直笑话，让一个重罪犯来统治治理国家如何。他现在他最后还是依靠法律本身的这个体制去纠正这个东西，是他没有采取政治行动啊，或者政治行动下面肯定是有了，就没有采取这种突破体制的方法去做这个事情，这一点是非常值得中国人学习的。就是哪怕在如果我们这个就算这个体制啊对你冤枉了或者怎么样了，你要在这个体制里面去坚持去坚守，不要动不动就翻桌子，这一点是很重要。当时别的咱不说，就是他那个庄园说他诈骗的时候，当时真的是令人震惊，因为你只要稍稍在美国作为贷款的，你不用买大豪宅，你买自住房，它都是一样的法律流程，没有原告，司法部跳进去了，银行也没有，大家借了钱都高高兴还完了。当时
有一个亿万富翁，也是本来正在纽约要投资房地产，一看到这个 case， 立马把所有的这个项目的全部取消，因为你这成什么了？你一个司法，一个商业性的行为，没有原告，然后双方借钱还钱都弄挺高兴的，你跳进去做这么件事情，对，所以当时如果你连对川普前总统你都敢这么干，那何况小屁民了？那大家都吓死了。当时我觉得那件事情深层的很多的原因，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天哪，美国真的要变天了吗？所以很多人就在笑嘛，说哎呦，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是砸烂公检法，人家没有砸烂公检法，但是我用公检法的方式，我照样给你弄个美国式的文革一样。对，他用公检法自己砸烂自己，因为公检法最重要的一个东西不是你的枪杆子，也不是你的力量，是你的信用，是你的 credit， 这个是最重要的。所有人都相信你是一个公正的和这个合理的来处理这个问题的，一旦你是 double standards， 你是这个就是胡乱做，这个时候你信用丢失了，你这个法治就丢失了。对呀，其实你看美国的那个法律啊，很有意思，那个法官都是那种穿法袍啊等等的，然后你要所有人对法官那种尊敬啊，他这一套东西其实跟过去的宗教的形式是一模一样的。过去美国哪有法律，他就戒律就是法律，然后呢，你是把它是有一种神圣性的，这个法律是一种不可侵犯的神圣性。当我对你的法律如此尊重，你法律又是独立的，但是当你这个人进去，你却利用着这样一个外表，你把里边的公正性已经没有了的时候，这真的是太可怕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这次巡回法院给他判决之后，我就看网友就评价，哦，美国的司法系统还没疯掉，就很多人就在说，所以看起来是川普的私人的一个案子，但它背后啊，真的是。我觉得经过文革的，或者是没经过文革的，看明白这一套的东西，大家都非常的紧张。就包括咱们前2天聊，就是马上要选择这个纽约，不就要竞选市长吗？那一位他不就搞这个人民公社、供销社嘛？那经过大陆的人都知道你要干什么，所以华尔街也都开始震惊了。其实你华尔街震惊的时候，这件事情反倒。那个时候呢，媒体啊，华尔街却不怎么说啥，只是个别的商人一看不在纽约投资了。而这里边最讽刺的，我觉得是这个 James， 就他这个检察官，他这个检察官现在已经进入刑事调查了。他说川普诈骗，结果他自己现在被调查。他做的这点事儿，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你自住房在美国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跑到佛罗里达也有自住房，纽约也有自住房，你的自住房居然。共同的这个分担人把爹写成丈夫，他说是笔误，但是因为爸爸的有收入，加在一起呢，他就能有这个当配了，有收入有担保了，你就可以借他贷款了。你作为一个司法的检察长，纽约总检察长，这个道理不懂吗？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太讽刺了，这现在已经是180度的大反转了。纽约的这一批检察官和法官里面的问题太多了。太多了，我们就不详细说。但是我告诉你，这个美国的社会主义的这个尝试啊，这个说实话，在我看来，这批法官也好，检察官也好，美国的这批极左派的这批政治人物也好，他们在搞这个社会主义这个议程推的时候，他们后面这一定是必然的，一定，因为这只是初级阶段。你看中国就知道，中国那个才是高级阶段。当你是法官，你是检察官，你是州长，你是总统的时候，哇的老天呐，对不对？那后面可以做的事太多太多了。一句话就是他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把这个权力最后给垄断过来，就是不能让任何人染指。谁要有可能染指，我就把你如何。但后面的钱财、房子，那都是小意思，都是小意思，所以那个才是高级阶段。这美国的好处就是说，他们这个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刚刚开始，他这个腐败就已经出来了。这个就让大家很警惕，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很清楚。这2天川普本来他就成天叭去这个骂这个鲍威尔嘛，这个鲍威尔哈。那今天鲍威尔终于是要露出降息的这种鸽派的声音，所以今天股市大涨，道琼都干出850点了，快哇！这大家就特别的高兴啊，这市场。然后呢，川普呢，鲍威尔指责鲍威尔声音还没
停下来。昨天包括今天又在喊，他有个叫做 Lisa Cook，那是在美国联储的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女性进入美联储，而且当理事。那这也是一种 DEI 啊这样的一种方式所做的。结果呢，川普说你给我辞职，立即辞职。今天又补了一刀，说你不辞职我就把你 fire 掉。这个他是什么问题呢？他也是这个跟 James 这个问题也是跟 James 他犯自己一个毛病不干净啊。就是在贷款的时候就说啊，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每个州的规定是自住房，自住房什么叫自住房啊？因为我在以前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这个他会告诉你，美国是大概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是年轻人，你买的第一套房子，他可以给你很好的利率，而且呢，down payment可以比较少，对啊，但是年轻人，但是年龄大的呢，如果你买这个自住房。你自住的这个利率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但是它自住是有规定，你可以 claim 2套房子是自住，这个是我当时的印象，就是我在 Maryland 啊，比如我自己买一套，那个是 primary residency 是吧？这个第一套这个房子，然后你还可以去别的地方再买一个，你可以把那个也当成是你自己用来住的这个房子，但是呢，它的利率和 down payment 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就是2套。但是它如果是有关的，比如说跟银行有关的，或者跟这个政府有关，或者有人怎么在后面可以做点手脚，它完全可以把你的这个全部当成像第一套的这个自住房一样来做。我具体的他们这个案情我不知道啊，而且他买了多少这一类的房子我也不清楚，这个涉及到银行给你的利率的问题，这个差很远，差1%，那你就差上千块呢。所以这件事儿呢特别有意思。今天早上我做节目的时候呢，有一位听众，他本身就是贷款经纪人，一位李先生就打电话进来，他就讲了他专业上的这个知识哈，他就在讲，他说以前呢，就是你各个州，美国50个州嘛，你到哪儿去贷款呢？它不联网。所以呢，我在加州，我跑到纽约州，我跑到佛罗里达州，然后我一通填表，反正你有收入，你有什么的，你有房子有抵押，反正他也就能贷下来了。但是呢，大概是3年前，他现在全部都联网了。他一查你的资料，你在哪还有房子，你都能查出来的。所以呢，现在呢，就这件事情出来呢，正好是这个时候曝光出来了。那么他呢就讲到您的这个观点，他说，如果在美国，你在每一个州都可以，就是你对自住房这个首套的这种自住房没有明确规定，在每一个州都可以允许这种有一栋自住房。那川普就错了，你就不能让人家辞职。对。但是如果什么叫自住房，你这个东西，你要是用 common sense， 刚才你讲的，你必须在这儿工作吧？你除了暑假、寒假、Christmas， 你还有一个居住期限，对吧？对，你得要有一个1年在这儿，比如说住2-3个月以上，那就叫度假屋吧？不是，它可以叫自住。OK， 好，你总而言之，你得有个规定，而且你第2套房子就不可以享受同样的贷款利率，对不对？那么你现在这件事情就有意思了，你无非不就是为了做一些能买个房子少交点钱嘛，拿点低的利率嘛，无非就这么个事儿嘛。然后结果这件事情，你说你都成美联储的理事了，好不好？然后呢，被川普气的，今天说你不辞职，我就把你 fire 掉。那么这件事情呢，完了被Lisa Cook 可能就在说你这是政治猎物，大家也反咬一口，你这是政治猎物。所以今天我也在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有没有那个胆子去贷款的时候跑这个州那个州那个州？你说这都我自住房，你敢干吗？我觉得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他们敢干哈。但是现在呢还在调查之中，这个火呢是越烧越旺。川普这个在上级巡回法院已经给翻回来了，但这2个呢还在调查之中。2位呢都是黑人女性都是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女人的黑人女性的担任到最高职务，纽约总检察长。一个呢是联储这是美国央行，几乎等于世界央行了这样的一个女人女士，她们呢居然在这方面有这样的一个嫌疑现在还没有定罪，有这样的嫌疑。所以今天呢，这也是川普呢很有意思的。还有呢，就是川普你说，我补充一个我补一个评论，因为这个节目叫早安中国嘛，对不对？所以很多中国大陆的朋友也是这个节目的观众。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叫做 Lisa 什么来着 ？Cook
雷克库克也好，这个 Leticia James 纽约的州总检察长，他们贪污的那个叫什么呀？就涉及的金额其实并不大，跟中国的一个村官还差100倍。但这里有2个概念哈，就是说美国这个国家，它从建国的时候，它订立的2个原则哈，第一个就是低薪养廉，做公务员。你是低薪，就别想高薪了啊！贵于总统，一个总统赚的钱还没一个律师赚的多，对，这是非常常见的现象哈。这第一个低薪养廉，第二是公务员的功德是用你的私德来衡量的，没错。你如果平时就收一个手表被人家抓到，你就下台，就这样子。所以呢，因为私德不好的人，我怎么可以相信你会服务公众？所以对他要求特别高。老百姓啊，去搞这些名堂，其实风险并不大。对。但是当官说的对的，就当官就惨了。所以美国在当官很辛苦，在美国当官真的很辛苦。他是官不聊生啊，对，官不聊生是这样的。现在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了。对，他们现在想往这个方向去走啊。所以美国我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在我们家几个孩子都是前些年从大学毕业嘛，毕业了以后。大家都找工作，然后互相同学之间聊啊，说这个人这没出息，就去国土安全部当这个，你知道这个全是这种概念，他怎么去联邦政府了？太没出息了，就是没啥出路的哈。对，他说那个就是。那个人那个人牛啊，去那个律师行了，去脸书了，怎么样了？然后这个人说去亚马逊了，大家都笑他去当这个高科技奴隶去了，就是 high tech slave， 就跑那去。但就你看，他们都不愿意去美国政府，不愿意去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美国联邦公务员的工资比较低，就是这样。你一个大学毕业生进去。专业好的8万，8万多一年是吧？专业不好的可能就是5、6万，这样的一个看什么情况。但确实是它稳定啊，它也有福利啊，跟中国的情况很像。但是就是说你没有什么这个上升的空间。你比如你勤勤恳恳工作10年、20年以后，你可能就10多万嘛，你就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很多这个。美国这是普遍的一个情况，大部分的大学里面最优秀的全部跑到商界去了。对，所以我刚到美国时候，人家跟我说啊，一个老美跟我说的蛮极端的哈，我觉得说的有道理。他说美国最优秀的人不从政，对，他就是不从政。但是呢，我也不能说极端哈，去从政的人都有很多优秀的人，有些人去做他是有 passion 的，你知道，对，他是一个公共服务，他就喜欢干这个事儿，没错。那么他去竞选议员，但是确实 generally 就是通用而言，美国最优秀的人真的是不从政，他不去政府单位上班。对，像中国现在是考到最高分的，2万个人抓考200个人，往体制内卷呢。美国完全是2回事儿。所以呢，这是川普呢，这是一件事情哈。我说川普在刚才谈到跟这个俄罗斯方面国际政治这部分，对内呢他自己的事情，这2天他做最大的事情在 DC 嘛哈，这件事情也是挺有意思的。没错，因为呢这2天呢 DC 就这么8天的时间，犯罪率急剧下降，对吧？对啊。哎呦，过去什么1周一个谋杀案子都没有啊。对，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事情等等。这个 DC 这个地方实在是，但是就算这样啊，我跟你讲 DC 的一个笑话，一个故事。我在那边工作的时候，曾经出过一个案子，就是说这个 DC 的叫这个议长，和他的市长被 FBI 抓了。市议会的议长，对，市议会的这个议长和这个被抓了。然后呢，他那个案子呢，就描写出来很搞笑。他的议长也是个黑人女性。我先说一下 ，DC 的人口今天是45%的人是黑人，是第1大族群。以前是51%，那现在稍微掉一点，掉到45啊。OK， 那你继续说。OK， 但那个时候就是说，他不知道他的这个电话已经被监听了。所以他收了一些现金在家里面，结果呢，有人告诉他说你已经被监听了，说 FBI 可能会来抓你了，他就很紧张，怎么办？正在说的时候 ，FBI 就敲门了，他就怎么办？他就把那个现金呢，他很胖啊，就塞在他的这个衣服里面，还有不行就往厕所里塞，然后就那个 FBI 进来的时候给他戴手铐，啪，全部掉出来。你知道多少钱吗？多少钱？8万美元，区8万美元，8万美元，8万美元呢？8万美元。后来我们当时
台里面说，哎，你们要不要去采访啊？这个啊，怎么？后来大家就笑，这个都8万美元，7、8、56，50万人民币，这个东西在中国，这个你看不起谁呢？是吧？你在中国，你这个连个村长你都，这都算不上，是吧？但是这个确实挺搞笑的一件事，就是说。好几单案，不光是这一个，还有市长也就10万美元，大概是这样。这个出这样的事情，足以让你一辈子再当不了官了。而且还会被判刑。是，但是你知道 DC 的市长去中国可就厉害了，因为那个我们找记者做过一个报道，就是讲这个 DC 的 EB5。就是这个投资移民 ，DC 的这个叫做什么 National Harbor， 这个国家港口，这那有一片地方啊，也是要重建，这没钱啊 ，DC 政府是没钱的，很穷的，所以他要找人来投资，结果呢就把那个做一个 EB5 这个 Regional Center 的这个项目啊，到中国去招商，他们那个律师很厉害，因为有中国人。就把这个 DC 的市长啊请到了中国去，美国首都市长。哎，对，你说别人一讲这个副国级啊，你想是政治局委员级的嘛？华盛顿 DC 相当于北京市长，你想想，是大家会这么理解？大家这中国人就很相信，说那还能骗人吗？因为最害怕就是骗嘛，就是你几十万美元投进来，这个你是这个项目怎么回事啊？这个华盛顿这个相当于北京市长市长啊。那个市长也是一个很高很胖的一个黑人市长，那个市长还挺好的，他就很开心的，他跑到中国去，别人给他出酒店，别人给他出机票，他就去，这个几个厂，每个厂就站台，讲话，他说我们绝对支持我们市政府怎么样，我们如何全力，到那边一翻译。就很有意思了，就翻译成中国的语言啊，党和政府非常关心这个，就是就很多人买啊。后来他那个做这个律师好像赚了不少钱，这个是你知道的硅谷，想起来特别有意思。那个苹果所在地 Cupertino 对不对 ？Cupertino 的市长经常是华人市长，华人市长到中国去访问也是啊，这个前呼后拥的，非常威风啊。这个 Cupertino 市长跟市议员，你知道？他工资都没有，只有补助，你知道？车马费、开车的补助跟一点吃饭的补助，一个月那个时候大概10几年前，补助是几百块钱，你自己还要得自己的这个叫做什么来着？职业才行，否则你要饿死了。所以普遍的美国的很多的中小城市，连工资都没有。你别说城市，我在马里兰的那个地方啊，都不叫城市，我们叫个 town 吧，是吧？我们那个 town 就连个 mayor 都没有，就是只有一个 director， 就是什么呢？他有一个 council 是不拿钱的，就像这个镇议会啊，议会全都是业余的，你也可以选，你可以去竞选，但是没有人去，很麻烦，嫌那个麻烦，因为你所有的账目都要公开，你所有东西都要公开。好了，开会以后他们就干什么事呢？投标，不是每年的州税会返回给这个 town 吗？我就这么多钱，然后就招标，谁来管理我们这个市政，就有这个管理公司啊，就是他来管理，好，他就是市长了，他就是那个公司的一个经理。其实美国到今天为止，这些小的 city 还是这个情况。对，他就是这样，他就是他那个我们这个小镇，他就是这个市长，实际上他就是这个公共管理公司的经理，他就是这个市长。然后你永远见不到这个市长干什么，然后只是那个镇的议会只是说我们不管那么多，7月4号我们要放烟花，好，那就准备一笔钱，钱不够了就叫管大家要，是吧？其他的就是扫雪啊、剪草啊什么，而你看不到有任何什么市政府啊什么这一类的，一概没有，从来没见过，我从来没见过。那个德州前一阵不是要重划选区嘛，搞到这个民主党的众议员就哗变嘛，对不对？就逃走嘛。这帮人呢不投票，这帮150个众议员，每个月多少工资你知道？600块钱，一年就7200。
州就他们州德众议员州的众议员啊，就相当于省人大代表。对，你要是没有一个工作的话，你要饿死的，你要做 homeless 的，因为600块钱不够你有个房子，这就是美国的现实啊，真是叫做官不聊生啊。对对对，真是很有意思，这就是一个因为他的理由就是这样嘛，对不对？就是说公共服务是一个 honor，是一个荣耀，对你个人的生活你自己搞定，你有余力再来拿这个荣耀。我们不能已经给你荣耀了就可以了，我们不能给你高薪水。所以什么香港当初什么高薪养廉，我也不能说它不合理哈，反正美国绝对不吃这一新加套坡都是，绝对的是低薪养廉。因为什么呢？就是说，当官本来就是荣耀。有名，再给你高薪的话，就会吸引坏人来做。这当时美国建国先父，所以我们要好人来做，不能让坏人来做，所以把诱惑降低，这就是美国官僚制度的它的这个叫做逻辑背后的逻辑。结果现在呢，全都开始变了。对啊，所以最重要的位置全都已经当个总统写个回忆录，哇，几千万就进来，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总统穷到最后要写书谋生，养活自己家人，这比比皆是，在美国历史上。现在当了美国历史上破产的这个前总统有的是，第一个是 Jefferson 就是已经破产了，最后要把自己的书卖了，家里2000册图书，我记得那个 Jefferson 已经在当时知识分子里面已经是巨型知识分子，家里有2000套图书，跟人卖一套书卖。现在看这样就不行了，所以你看，中共随便拿点事情就把这个美国就给收买了，那钱数之低，所以就是中共的那个他收买美国官员，那个就像那个硫酸腐蚀一样。没错，美国的公共官员，他不见钱，他也没这个东西的。第一次见到这种事情，很容易就容易就是掉进去哈，被腐蚀掉。就是他这个钱的低啊，也很奇怪。我不是今天高姐讲。12000块钱就可以买军事情报，我简直是真是12000，是不是？这个是魏金超啊，就是在昨天加州一个法院已经是判决这个25岁的年轻人，间谍罪成啊，他是在美国的航母上去当兵，然后呢就是一个中国的。谍报人员啦，就跟他刚开始就跟他就跟他们来往嘛，要一天他的资讯，然后呢，后来呢就跟他要更多。其实这个小孩呢，他知道有些问题，他还跟他妈妈说，他说我们这个当兵啊，在美国的军队里已经到航母了，然后呢，大家都觉得钱少，都在想业余时间还得挣点钱，然后有的甚至呢就是放假出去开个 Uber，就是。部队里也是这个样子，对。然后呢，他自己呢，很常见。他自己呢，就是那我就弄点数据，卖点情报，那我就能拿钱，这不挺容易的吗？然后呢，他还问他妈妈，他妈妈就鼓励他说，挺好的，做吧。然后将来呢，也可以呢，就是退役之后可以在中国谋个一官半职。然后呢，这个他一共才当兵才不到2年吧，然后就被抓起来了。所有那个检控记录当中，哎呀，好多那个对话记录啊等等，全都在这儿，跟他妈妈的，跟那个中共的官员的，一共拿了1.2万美金，给对方什么呢？一共几十次啊，就是什么手册啊，什么他的这个海水净化系统啊，他平时的一些数据啊，就在 Signal 上或者是微信上就给对方。这个孩子现在这些罪成一共6项罪，包括他入籍的时候还有3项欺诈罪。前面那些间谍罪那几项罪的话，就已经是叫做他不叫无期徒刑，叫做终身监禁。终身监禁就最高可以判到终身。对，罚款呢至少是25万美元呢。25岁呀，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非常感慨。就你如果说这个年轻人不懂，他还问问你的妈妈，问问家里老人，我说。石山，有一天你家小孩问爸爸，我能不能做这个事儿？你会给他怎么出主意啊？迄今为止，石山的儿子没有一个当间谍的，这是教子有方。没有一个去当兵，关键也对吧？我是希望他们去当兵啊，但他不去呀。他们觉得那个有的同学当兵回来说很闷，所以他不去。对呀，所以你会告诉孩子，还将来你入了美国籍，参加了美国军队，你还将来为中国能谋个一官半职。所以他们这个家庭一定是第一代，那么这个孩子叫做1.5代，那么他都不是在美国长大的，他是在中国出生，然后到美国来受教育，可能10多岁来了以后，然后说不定是通过这个方式，然后入籍入籍这个身份就拿到了。所以这个东西，哎，这怎么说呢？这个。当好父母，对我都不知道这怎么说他这位母亲啊？对呀，怎么去说？之前专门开一个父母在美国当爸妈课，
所以在这个顺便就提醒一下哈，就是多看看我们这样的节目哈，把我们这节目呢用 VPN 啊这种方式多给大陆的朋友去看一看，一些新移民呢也应该去看一看，这些都是血淋淋的这些事实。我问一句话，今天这个25岁的孩子，你送去那个数据有用没用也未必哈，有些可能也不是，他也接触不着那么重要的一些数字。你的生命搭进去了，你的一生搭进去了，中共会救你吗？中共会管你妈吗？会吗？我觉得不仅不救，中共会否认没有这回事儿。对，那个人也不是我的间谍，对啊，某个企业的人。我觉得中共最下作就这个地方。当初苏联，你知道他会认他的人呢，因为他会救啊，为中共不救他的人。中共的谍报工作是人民战争模式，就是说我遍地撒网，然后到时候我就启动。是吧？然后平时如果你暴露或者怎么样，我就不认了，你这不是我的人。对，所以给中共当间谍，就常常是最惨的。就是这个前苏联的间谍是很专业的，他们为了往美国派间谍，还专门建美国村呢，里面还有这个麦当劳呢，你说在里面还要生活一段时间。不是，咱们怎么扯到这儿来了？对，刚才不是在说华盛顿 DC 吗？我们来扯啊，他们去做房地产这个抵押，对，抵押，然后就那么点的钱，你说你在那个位置上被扒拉出来了，然后现在就变成这个德行的了。我们花1分钟讲红海参好不好？我寻思你要讲这个VPN 呢，翻墙呢。我今天讲红海参吧。红海参我经常讲红海参，为什么呢？它特别好嘛。我后来也给13这个叫做什么一盒哈。对，13吃完之后，13你也没啥毛病，吃完什么感觉？我很好吃。对，我觉得像糖一样，挺好吃的。很好吃。对，像红海参能做的这么好吃，也是很难得的。当然了，就全是就是没有任何的别的这个抑制哈，都是非常的自然的。关键就是它能够修复，它的功能就是修复。这红海参呢，剪断之后，8几个小时，我不是几天呢，几个小时完全长回来，所以呢很有修复，而且完全是野生的，韩国济州岛下面的海里的这个海参是采摘下来，然后对于这个修复这个创伤啊，包括说这个叫做什么糖尿病容易这个叫做一旦破口的话哈，就是血止不住，它吃的话就会止住。对，就是这个医学上说什么血小板缺失是啊，好多吧，痛风啊、关节啊都可以修复。对，总之好东西啊，因为我们拿来研究一下。我们好多观众朋友有这个叫做什么例证哈，所以我才推荐给大家。但现在是有个这个问题啊，现在缺货了但是我觉得现在赶紧订哈，这样货一旦到的话，可以第一个拿到。大家不妨尝试一下哈，如果家人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我这非常独特的东西。我这假模假式的看，其实一个字都看不懂，全是全是韩文。好吧，就相信方伟说的。好，那我们往下吧。对，那现在的 link 已经在下面了啊。那如果呢，送朋友啊，或者是支持方伟支持我们的话，也可以买一个哈，这对身体真的挺好。我呢听到他们讲到了很多神奇的故事，下一集再跟大家讲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刚才呢有这个 Mark Hu 哈说，很不幸，现在呢 KGB 已经是成为历史了，克格勃已经没了。他说已经没有了，没有了，他也会有，只不过不叫克格勃而已啊。然后呢，刚才这个也是 Mark Hu， 他说呢，那个50个州啊，这个loan agent。这种这个贷款呢，其实2010年就已经联网了，可能我说的数字不太准确哈。总而言之，它是联网的，是可以查的。所以呢，居然还被骗了，咱也不知道到底是他们贷款的银行不认真呢，还是里边有什么猫腻呢？但是现在这件事情被扒拉出来了啊。那华盛顿 DC 这件事情呢没有完，因为呢现在呢他的这个确实做得很漂亮，连续8天了没有凶杀案，然后呢劫车的案件下降了83%，抢劫的案件下降了46%，暴力犯罪下降了22%。然后呢，这件事情呢，现在就出现2个声音，你知道吧？川普或者是支持这个行动的呢，就说真的敢上街了。但是呢，反对他的呢说净胡说八道。说你看哈 ，Fox 采访了一家在中国城的中国餐厅，说他的出去吃饭的呢，这就餐率已经下降了25%。然后呢，等到另外一个呢，川普这边呢就说，哎，一个家庭4年都不敢出来再吃饭啊，到这个区域，现在呢人家敢出来吃饭了啊，可以出去。然后川普还在加强把那个不仅是要去今天他的国防部长要求他的国民自卫队啊，
要求带枪了。国民警卫队，国美警卫队，我总叫自卫队，从自日本过来了，总叫自卫队。高姐以前日本来的，对，可以理解。国民警卫队，今天允许带枪了，嗯已经允许他们带枪了啊。然后呢，川普除了这个呢，他还要去把那个草坪，他说，你看我家有很多高尔夫球场，我最懂草了，我们要把首都重建啊，就是有他很多计划，要把首都变成最漂亮的首都啊，这是川普的计划。所以呢，川普呢，昨天和今天就在讲，他说我下一步就要扩展到其他的城市，我把华盛顿用1年的时间，我能让华盛顿首府美国成为全世界最漂亮的首都啊！这是川普的雄心大志。但是呢，那边讽刺他的呢，就说那边都已经掉了25%了。来，你们常住过华盛顿 DC， 非常了解那边的情况，到底咋回事儿？这个其实美国是大部分的这种城市啊，这种比较中心化的这个城市啊，都有同样的问题，就是市中心呢，就是收入比较低，就是住啊。华盛顿是分成4块，西南西北东南东北这4块啊。这是你要去过华盛顿，你就知道它最有意思的这个，我不知道有的朋友有没去过，去了华盛顿你去找唐人街，你会觉得特别可笑。唐人街什么餐厅都有，不光是中国餐厅，麦当劳。他真的就写中文麦当劳，所以那个就是这个唐人街，这个还有那个星巴克啊，这个都是这个一部分。他那个餐厅啊，我跟这是中国城，我在2000几年的时候，我03年04年，他那个地方的这个小商店啊，是2道门的，就是你第一道门推门进去以后。它里面一摁，你砰可以进去，然后你出来也是，它里面不给你摁的话呢，你第2道门你出不去的。为什么？就是怕抢劫嘛。从什么时候就开始这样了？就反正90年代以前全都是这样，所以到了2000几年还是这样，我还见到这样的商店。华盛顿，对，华盛顿就是在这个。那个唐人街那儿，你知道唐人街那儿大概走大概10分钟就可以到国会，就非常近的，对吧？非常接近的一个地方，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地方治安是以前是什么情况？一直比较糟糕，对，一直是比较糟糕。所以就是说，换句话，如果你在里面拿枪抢了钱，他会把钱都给你，是吧？但是你出不去了，你就算你推开第1道门，你第2道门你就卡在2道门中间了，你就再也出不去了。所以他就用这个方法。但是到了后来过了大概10年左右，也就是2010年左右，这个就基本上全消失了，这种情况全消失了。大量的资金投进去重建那个区域，重建重建中国城，对，重建整个 DC 那个 DC 就是那一片的地方 ，OK， 那一片的地方。所以呢，情况确实有很多好转，但是呢，你可以看得到很清楚，那一带的那个街上很多人，也有很多。因为你很繁华了，所以就有很多流浪的了，然后就有很多就是这个无家可归的了 ，homeless，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就是情况都会在那一带就发生，所以 DC 是这样的，华盛顿 DC 说是首都，但它旁边有2个州，大部分在华盛顿这里面。工作的人都住在那2个州里面，一个叫 Virginia， 一个叫 Maryland， 是吧？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北京旁边是一个河北，一个辽宁，这种感觉哈。就是说，大部分因为它很小，华盛顿 DC 非常非常小，非常小，它里面的居民也就50-60万人，大部分都住在旁边，所以当你里面治安不好的时候。在里面工作的人就往外住，都住到外面去了。住到外面以后，里面就要收税，因为他要搞福利嘛，是这个社会福利，所以变成了他收的税率比一般的州都高。然后他收的什么房地产税、收各种税都高，他交通罚款都比别的地方高很多。所以呢，就把这个中产阶级就全部挤到外面去了，就里面就剩下穷人。所以他的治安就越来越差，越差这批人就越跑，他的税收就越少，恶性循环，就他就没钱了，没钱他就管这个联邦政府就要这个钱，或者是把税再往上提。但是他确实福利好，因为美国是选举啊，这谁给的福利高就选谁呀，所以这个他就变成了
就这个华盛顿 DC 里面就是这个圈，就会治安就越来越糟糕。听起来已经像个半社会主义城市了。对，没错。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啊，旧金山、洛杉矶、芝加哥，对啊，你数一数，然后都是蓝州啊，大城市的州都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川普这次去治理的话呢，我们问问哈，咱们观众当中，我知道有很多人是在美国的，有没有住在华盛顿 DC 的？啊，你们对川普的这个华盛顿 DC 的这样的一种治理，你是否赞成呢？我看到他们其实还有人去骂啊，还我的首都啊，还我的城市啊，你们插手，你们是纳粹等等等等的去骂这个川普。但是呢，这件事情呢，其实我看到很多人在响应。那芝加哥的一位黑人的男性啊，就喊啊，川普总统，你赶快到我们芝加哥来管管吧，就这样子。我们比华盛顿 DC 差远了。他说我看到那个了吧？那华盛顿 DC 算好的，你来芝加哥看一看。对，还是个黑人小哥哈，那在喊这件事儿。他还说，再不来我就回非洲了。他里面有这么一段的。对，这个喜乐波特多说的，这个我们台湾任何一个地方都没美国好多了。台湾任何地方的治安啊，都比这8天的华盛顿啊，比你好了这80年都好多了。是，台湾是很好，日本也很好，唯独这个美国，像刚才他们讲的嘛，官员都拿那么点钱啊，也没人好好去管这个城市，也没人好好干活了啊！你这光是也既没热情，也没有钱的支持，完了那个空位了，那有想做的这件事情的人呢，那就有点别的意图了。所以呢，现在反正最近很多人就在喊，有的人说到我们北加州的奥克兰来看看吧。那川普呢说下一个城市很有可能是芝加哥，也有可能是 Los Angeles， 就是洛杉矶啊。川普是说整顿完华盛顿我就要到别的城市，所以现在别的城市比较困难，法律上比较难，因为华盛顿 DC 理论上是属于联邦政府的，它是属于联邦政府，因为它是特区。这个特区呢，就是联邦政府所办公的这个地方，所以是联邦政府来管。所以他这个在法律上、这个权利上，他都就更容易。你到别的州，这个你涉及到州权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川普胆子很大，他肯定不会客气的，他就先宣布一个紧急状态，对，他的兵就进去了。这个也在于当地的老百姓哈，那老百姓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哈？那这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儿。所以呢，川普呢，你看从我们今天忙的哈，对里对外，你要说川普忙他自己的事儿，华盛顿 DC 的事儿，俄罗斯的事儿，他还有一件事儿，这2天也特别有意思。这个委内瑞拉都这个。他去派了3艘军舰呢，是，然后400特种部队啊，4000呢，4000士兵哎，然后呢去跑到这个委内瑞拉这个沿海附近，哎，你说这个前我先插一句，川普第一任的时候，就是给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悬赏1500万，把他缉拿归案，到了拜登的时代，拜登下台最后1个月，把这个赏金升到2500万，然后呢，川普前几天把它升到5000万美元，5000万，天哪！你知道那马杜罗这像1.5亿台币，独裁者身边常常都是最坏的坏蛋，对不对？平时拍你马屁，心里想什么时候把你给绑了，送到美国去，5000万到手啊！5000万，对，让美国政府说话算话，一定给他5000万。对，所以马杜罗这个紧张啊，然后高姐接着说，然后军舰就过去了啊。对呀，军舰就过去了。哎，在我说之前，大家啊，你们要支持川普的打一个1啊，你要不支持川普，你就乱下去。我们就要这种自由，你打一个2，好不好？刚才这位朝代说我在纽约，我希望纽约学习DC，他们有旅馆可以免费住的，可恶的是他们不去住，费用莫名的自由啊！好，支持川普的打个1，不支持的打个2啊！他现在在治理自己的首都啊，他接下来的各个州他都要去管一管，他又会被骂得狗血喷头的哈。好了，那我们刚才说委内瑞拉的这个，所以这件事情呢，这2天大家都在聊啊，就特别有趣，你知道，他呢。你说你委内瑞拉不管怎么样，它也是个主权国家，对吧？人家马杜罗也是总统了，现在好不好？你说派军舰就派去了，然后呢，马杜罗也很生气啊，他直接说：“我整450万民兵，我去跟美国对抗。”然后这件事情呢，这2天大家都在说哈，就美国居然把一个人家国家的总统当成大毒枭，然后呢去通缉，还要派兵随时登陆去把他抓走，这太不像话了吧？所以这件事情大家都在说，这美国也太霸权了吧？怎么看？
美国人也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因为巴拿马总统抓过，这个海地总统抓过，还有那个叫什么格林纳达的总统也抓过，就是这个对于美国来讲，这个加勒比海这个附近的所有国家都是我的管辖范围内。对，我说一下哈，你知道在中南美洲啊，有各种各样的贩毒集团哈，墨西哥有墨西哥的，哥伦比亚有哥伦比亚的。你知道委内瑞拉的贩毒集团叫什么？叫做太阳卡特尔。为什么叫太阳卡特尔呢？因为委内瑞拉的军官呐，他那个肩章上就是那个太阳符号。他是政府加军队来贩毒。然后呢，他怎么贩呢？他是结合到，因为哥伦比亚政府呢，他不会公开贩毒哈，他有个游击队。跟哥伦比亚的游击队一起合作，跟墨西哥的这个合作，利用委内瑞拉的港口、机场、边境作为这个正式的毒品中转站，把可卡因运到美国跟欧洲哈。然后呢，这个因为他厉害的就是他是国家机构来干这个事儿，哇，那是军队护航啊，所以才叫做太阳，就是意思是军队毒品贩子哈，军队毒品集团。所以呢，他全球的毒品这个份额在2010年。那时候他还没做这个生意，他可能还有点钱哈，只占1%，今天占到全球的25%。因为委内瑞拉的太阳或者叫做军人贩毒集团的厉害。哇哦！所以美国抓他不冤他呀。对。所以这就是毒品贩子。美国说我抓你毒品贩子，当然了，以前那个什么来着，那个巴拿马也是说的是贩毒哈。对。那不管怎么说。国家机关来做贩毒，其实跟中共也是一样嘛，那个什么芬太尼也是一回事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才下手去抓他。那所以他才很紧张嘛，现在要搞全民皆兵，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海军陆战队一旦登陆是不是真的过来哈。对啊，哇，现在叫做突然进去了这个。海军陆战队4000人，你肯定后面的飞机导弹一堆那个。突然冲进去，你守不住的。对，但是我要说哈，2018年的时候呢，他那时候就很紧张，因为他每次选举呢都是坐票嘛。对。他说他的民兵，他那时候吹牛，他的民兵有160万，这次张嘴就说450万，所以他整个人口才3000万哈。所以你看得出来什么呢？我看出来是什么呢？他就是心里害怕，就恐惧啊。这里头就涉及我觉得一个独裁者哈，他们的心态。你知道，一个中共内部的人跟我说啊，他就说中共天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就怕早上一起来推开窗子，山河变色，因为他是债台高筑啊，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对不对？恐怖也好，这个暴力也好，谎言也好，维持这个政权。他最怕的就是民众起来，因为民众真的起来，他是弹压不住的。就像一个绑匪呢，拿个枪，对吧？压着50个人，他其实就一个人。那50个人一旦起来的话，都不怕死的话，他就怕了。所以呢，这就是这个独裁者吧，专制政权，他心里的恐惧，他是非常恐惧的。所以刚才说的160万人，本来那可能都是个虚数，他吹成450万，对，就是自己吹口哨，给自己就晚上给自己壮胆嘛。他不是到处发枪啊，这个发枪啊，到时候很可能就把自己对啊，他也就是喊一他未必真敢发枪。所以前一阵说的，他跟那个中国大使馆的那个什么叫，就这2天叫雷什么哈，见面，那显然在我看来就是进去握手，真出事了。跑中国美军攻进来的话，我还有地方可以跑啊。我跑到中国大使馆去，还是害怕了，有点。对啊。所以这2天大家网上也在传，这个委内瑞拉总统呢，已经跑到中国领馆去跟中国官员见面，他干啥去了？那方伟呢推断，就真的怕美国动真章。那按照石山你的分析，是真有可能动真章？那确实有可能啊。当然，这个以前美国，你像海地啊、巴拿马啊、像格林纳达啊这种地方，都是很小的国家啊，这个非常小。美国做了就做了就做了。当然是这委内瑞拉这么大的，确实是没有做过，没有干过这个。但是美国现在是不承认马杜罗是总统，对他不承认，也是去年是前年他的选举嘛，因为他就是这个选举的时候，就是因为有另外一派嘛，就是说，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现在2派还居然能够都存在委内瑞拉里面，这个也是挺奇怪、挺奇葩的一件事情。还没有，他这斩尽杀绝哈。我这里说，我觉得西方对于委内瑞拉的研究，我觉得太少了。委内瑞拉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课本。这个家伙哈，他的前面那个人叫什么来着？扎什么来着？查韦斯。对，查韦斯是通过民主选举上台，没错。
然后再去填充法院，然后再用民主制度把民主制度给搞坏掉，搞成独裁，然后再全面走向国家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然后把全球石油储量第一的国家，中南美洲最富的委内瑞拉，搞到今天就要赤贫到没法收拾，在垃圾堆里头找东西可以才能活下去。对，这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最好的一个现实的一个课堂。没错。但是美国他用的什么样的方式、手段和方法，这个路线图是怎么走的？通过这个时间线，你看看他怎么让一个那么富裕的国家变成今天通胀，你买一杯咖啡得拿一麻袋的钱，那个钱当手指都不用，到这个份儿上，这就短短的呀，从2012年，这才10几年的时间。我看过一个小的电视片，他谈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这是这个查韦斯，对，查韦斯，他上台以后呢，他那个首先做的是国有化，把外资国有化。外资国有化以后呢，其中有一个厂是一个糖厂，是个美国人的开的一个糖厂，就种糖，然后什么把资本家赶走了，工人还在啊，工人还在。然后这个他们就派了一个大学的一个教授去当这个糖厂的一个这个经理。这个大学教授呢就是这个教马克思主义的，在学校里面他就去教这个，然后天天就跟大家政治学这个糖厂啊，什么这个《资本论》啊，怎么搞？最后这个糖厂到最后的结果就破产了，就是做不下去了。就是他是通过一个很小的例子就看这个经济，因为一个工厂，你这个利润你是靠每一个部分的成本节约最后出来的这么一点利润，就是他去以后只要一搞政治学习就完蛋了，他那个完全不会经营，完全是乱弄一气，最后就彻底。这个还不是更大的，比如电力公司、石油公司这一做，守着一个大油田。那个委内瑞拉居然加油站里面没有汽油，这个简直是就是完全想。我觉得再扯一个另外话题，以后我们花时间来讲哈。这个教材的另外一面就是阿根廷，就是米莱带来的或者说江带来的现代奇迹。一个富到流油的委内瑞拉现在变成赤贫，一个要破产的一个阿根廷现在变成真的是叫做繁荣昌盛啊。这就是给全世界的2个课堂。但现在我觉得西方根本就不重视这个事儿。你知道去年24年的时候，不是有那个诺贝尔奖里面那个作者写的 Why Nation Fails，就是为什么国家会失败嘛？他那个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南美洲和北美洲。南美洲这个加勒比海啊，比北美洲的时间还长，也都是基督教文化，也是它是天主教，然后也是这个都是同一时期大量移民过来。为什么北美洲结果就繁荣起来，南美洲这个尤其是中美洲这一带就衰败下去？他其中讲到一个例子是反过来的，我觉得我们客观的应该谈一谈这个事情。他就是说，这个在南美洲，它这个原因是什么？贫富悬殊太大。它是为什么呢？它是南美洲的做法是西班牙派总督，这一块地方一个总督来了，然后总督会带来一批他的家属，这一批都是当地的贵族，然后其他人呢，你没有地权，你没有财产权，你就为这一帮人工作。所以到最后，南美洲的社会精英，他是维持这个那种就是榨取性的这个压榨性的这个制度的，所以它跟北美的不一样。北美的这批人来，北美的人口少，就是本地人口少，所以北美来的大量荒地，就只能自己圈开地，自己种完了以后，然后大家就说好啊，这个地是我的了，然后你要尊重我的地，你不能到我们家来抢东西，就是这个大家有这个社会规则。就是从欧洲带来的这个各种规则，慢慢建立。南美洲不一样，它比如说种甘蔗，这片地是你的，能种什么？种甘蔗，这个精英嘛，这个领主要种甘蔗，人家没有劳动力啊，这个当地人不行了，然后去中国找人，就是中国请一批这个
广东人过来帮我种甘蔗，最早是去非洲搞一批黑奴过来种甘蔗，这一批人下来以后，那个地永远不是他们的，就是说在南美洲很多叫农业工人，而不是叫 farmer， 因为你是没有地的所以你给我干活，我管你面包，我给你吃，给你提供住房，但是呢，你是没有地的，所以这个呢，就完全不一样，这个两个制度就完全不一样，他没有资产，你永远不能提升自己社会地位，所以他这个最后结果到了近代以后，因为贫富悬殊太大了，所以南美洲的左派的势力就发展的特别的凶，从阿根廷最早那个贝隆总统那个时候开始的。就是他们的左派的这个势力就发展特别厉害。你看南美洲从智利、从阿根廷到秘鲁到这个玻利维亚，这一派下来都是左派的势力发展的特别容易吸引。为什么？因为他那个号召对穷人是有效，有效。我们要怎么样？所以这个就是说，你一个事情你走得很极端了，这个。它会有很大的反弹，所以那个挺有意思。他那个书里面谈到这个体制的区别的时候，专门谈到这个问题。所以刚才讲到这个委内瑞拉马杜罗就说了这么多，每一块我们扯开都能说很多。但是今天的这件事情呢，马杜罗这不跑到中共去了吗？顺便呢就说一说中共这边那习近平呢不是前两天亮相了吗？北戴河之后，当天咱们也在分析了。那到现在为止呢，习近平出来很多的一些细节。那基本上呢，我觉得大家各自分析，就是习近平在这个时候亮相，他是两个。显示招式，第一，我的身体没问题；第二呢，我的权力没问题。基本上外界都这么解读。结果呢，石山，你今天居然说他可能是临时出现的，对，为什么？我跟你说，从来都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分析的观点。你从什么样的一个细节当中看到了这样的迹象？因为这个西藏自治区60周年是不需要这个国家领导人亲自去的，因为你为什么？因为他以前都是这样，你看40年、50年最重要了这个半个世纪50年，就上一次2015年是俞正声去的只是个俞正声而已，政协主席然后是政治局常委，再往前40年是贾庆林去的也是政协主席，也是政治局常委，根本是一个比较低的级别对，他就是这样一个级别的，所以而且这个是其中之一，再往前都是副总理级的、副国级的去的，副国级去。那到了这个40年以后，就变成了正国级了，政局常委的这个政协主席去嘛。这一次你看也是政协主席带队，就王沪宁呗。新华社的报道里面还特别提到，这一次中央这个纪念中央代表团的团长是王沪宁这已经写得很清楚。新华社政协的补了这么一个报道，而且你看他的那个里面很有意思。他所有的这个正式的这个纪念活动的程序，全是王沪宁主导，就是讲话是他，就还是维持那个规格，对，还是维持规格，讲话是他，甚至他给就是这个告诉大家，这个可能就把那段我代表这个习近平主席向大家问好这段话赶快取掉，因为习近平就坐在旁边了，是吧？但是呢。比如他送个牌匾，那还是他来送。那习近平给别人的牌匾，那习近平自己不能站起来送一下吗？就是他的整个会议的程序是已经 fix， 已经定好了。以王沪宁政协的这个规格，对，以政协主席王沪宁作为团长，作为这个核心来做这件事情的。所以这个习近平是感觉是他这是纪念活动本身的这个所有的这种场合活动。都是以王沪宁为主，但是他去了以后就加了建军队，建什么宗教代表，建什么各种，但是他加了一批这些人去，这个在里面。你比如说军队，按照道理来讲，如果习近平去，他是军委主席他去应该什么？西部战区司令得去吧，政委得去，西藏军区司令得去吧。这些都应该去，他是军委主席你军方的，但是没有，现在是那个张生民，张生民是谁？张生民是中央军委委员他是
在这个代表团的里面的名单，也就是说，王沪宁去，他是应该跟着去的，是吧？从军队，从政协，从政府啊，你看有那个各方面的都有了何立峰他们都去了嘛，就是说有这个有国务院的，有这个政府的，有军队的，有这个政协的人，这是一个整的这样一个代表团，中央代表团在这参加这个纪念活动，所以当地军头都没来。对，习近平去没有这个习近平去呢？如果是习近平去，那就这西部战区的司令得去啊，张又侠都没去。所有的就只西藏军区有个政委去了，西藏军区的这个司令都没去，然后所以这个为什么？那有可能是安排不过来，有可能他不想去，谁知道啊，是吧？有可能你突然要来的，我这个正在前线，我自己要做一个什么事情正在安排呢，我就排不过来。可能他的命令说你们这个排得过来就来，排不过来就不来呗。大家说石山真的在前线，西藏他没有飞到国外吧？一个飞机也飞回来了。当然是吧？所以要么不知道，要么是不来了。那这个就很有意思。这个确实上，因为西部的战区完全是张又侠的人，完全是西部战区的司令还是13军，这个还是13军出来的，这个是挺有意思的。张又侠是13军军长吗？对，以前对，就是昆明那个驻昆明那个13军，就是以前薄熙来薄一波的那个山西新军带出来的那支部队，所以这个是这个薄熙来在被抓之前跑到昆明去，就跑到他们跑的那支部队，我好像记得，对，就是跑到那儿去了。但是这个东西这个不重要，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说，就像高杰说的，如果他想去，他可以放下这个工作去，是吧？但是你放下这个工作去，你就是一个政治表态。对呀，对不对？政治表态，而且地方军头对吧？而且是必须的。对，他现在不要表这个态，说明什么？对啊，就很耐人寻味啊。对啊，他不要表这个态，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局势不是很清楚啊，或者是他已经清楚了，我不能去啊，也有可能。除了这个之外呢，回头就这2天，我看到舆论上都在讲，但实际上还有很多的细节，包括呢他的身体的状况，包括呢电视中央电视台给习近平的这样的一些画面的长短。对，你怎么看？你今天跟我们讲过。对，我今天因为我们做另外的节目，因为这个做媒体的朋友就在谈这个事嘛，就是中共的这个宣传部门对领导人的报道啊。它有严格的要求的，比如说这个什么级别要给多少秒钟的特写镜头，就是说你给到他个人镜头，你不能一扫而过啊，你必须要停在他身上几秒钟，这个都是有非常非常讲究的。比如说省一级，省委书记5秒钟，这个省长是4秒钟，就是一定是这样。如果你把省长搞了5秒钟，省委书记搞了4秒钟，你这个就是要写检查的，你这是犯政治错误。北京更是这样，你要整个这个片子下来啊，更是这样。习近平比如要停10秒、12秒、15秒，这样是吧？你必须得有这个规定的，他们是有规定，中宣部是有规定的。所以这一次你看习近平去西藏。他所有特写镜头没有超过3秒，这个是很奇怪，连省级都没达到。对，怎么解答？怎么解读？这个解读就是说，他现在的情况不适宜给太多的特写镜头啊。就有可能是你给多了，他的身体状况你可以看出来，比如说脸上是化妆啦，或者是走路的时候一拐一拐的，这个会被别人录下来啊，这种东西。就中国人，习近平每次出访，全中国人尤其海外都从外媒去看习近平的镜头，对不对？下飞机一拐一拐的，或者走路，这个走路都是这种走过去的，大家都在看，看完以后说这腿有问题，这胯有问题，这腰上有问题等等啊，或者是怎么你这个反应很慢，这个脑袋上有问题等等，大家会推断这种东西啊，对。中央电视台来说，如果拍了这样的片子放出来，这会在党内引起很多很多的猜想。
会有很多问题的，因为中共党内有很多这个中下级别官员是不知道北京发生什么事，他们只知道北京发生事，他跟我们差不多，他们就知道北京发生事儿，有事儿，最近这个气氛不对，但是发生什么他不知道，那靠什么呢？就靠中央电视台，靠人民日报，靠这个新华社的这个党媒的这个报纸，你排在第几版、第几排，那个标题是怎么写的，强调的是哪2个字啊？没强调哪2个字。这个什么人说了什么话，这个人说了是跟这一派还是跟那一派，全部靠这个。我是见过那个以前的就退下来的中级官员啊，就是这种官员，他也习惯性的看人民日报，每天拿个人民日报，红勾勾绿杠杠，真的是全部都给你圈起来画起来。我说你看出什么了？哎，这个你们看不懂啊，你看出事儿了，这个发生什么？我看半天，这个完全看不出来，是吧？这个报纸上党的纪律写的哈。对他这写，这个人说了这句话，强调了这个字啊，那个是那个字，这个是第几版，那个是第几版，给谁是排在谁前面，全部都有讲。那这一套讲究或者这样的一种规则，到今天还在保持着吗？还在严格的保持着吗？我认为是，而且现在管中宣部全是70多岁，全是文革那批人。更严格，所以其实中共内部是一个等级森严的一个，对，没错，一个组织。所以从这个角度上，你也看出来，就是这个3秒在中央电视台这个3秒体现呢，也是说明习近平背后也有一些事情值得关注，而不像外界现在普遍认为，哎呦，他没事了，他身体很好，不一定是这么回事。对，不一定。现在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你比如说在北戴河大家谈妥了，啊，这个好，我们现在敲定了以后。那我们需要平稳过渡过去，是吧？那你是不是也要出去出一下？所以有人说他是被安排去的，就是你必须得露个面，派他出去显示团结。对，露个面。咱们没干起来。对，我们后面这个是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对不对？所以这个你要出去这个露脸。所以你认为他很有可能是临时加进去的，本来这个规格应该是王沪宁带队，这就全都 match 上了哈。对，你看他所有的这个纪念活动本身的这个细节，很明显是按照王沪宁去来安排的，没有习近平这个角色在里面的。但是，所以他后来去了以后，这个显得有点突兀，有点怪怪的某些地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他是临时要去的。临时到底是他自己主动呢控制全局呢，还是被加进去的哈？那这个呢，通过石山你的这个分析，那连3秒钟的这个都已经被掐断了的话，那就更有意思了。对，那大家可以自己去分析哈。最起码石山是解读，但这是一个临时性的出现。一个是军方的这个人出现的级别太低，第二个呢是他这个报道规格不够，对，这个是有一些问题。这个还有他就是他见面，所有的电视报道都没有他的讲话啊，对，所有他见到这些人呢都没有讲话。大家都知道，习近平是不能脱稿的，他不能见到以后大家出口成章讲这个东西，他是不能脱稿的。他一讲话都是短句，3个忠于，4个无限，5个6个什么这种，就是这个不行的。所以这个都必须事先写好稿，他来讲，这个才能播出去的。所以他明显如果没有的话，那很有可能就是根本没来得及给他准备稿，他就去了。有些场合是王沪宁在发言，在发言。对，其实你说到这儿呢，其实这2天中国大陆有一个现象 ，A 股啊，暴涨。A 股的它的像什么这个沪指啊，已经冲破3800点，这是创下了10年的新高啊。那半导体这边全都在涨。那么这件事情呢，也是大家都在看。今天的《华尔街日报》呢，有一篇文章就说上海沪指啊创下新高，什么中美关税战，doesn't matter， 都没关系啊，就是人家中国这边不在乎你的贸易战，你看人家股市涨的哈雄赳赳强。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大家也都在分析到底怎么回事，还有的人要炒中国股的这个谷底啊。那这件事情呢，大家怎么解读？
股。那我想听听石山你们的意见，你们怎么看这一轮股市上的这个涨啊？这个我看到呢是，那一种呢就是认为这个到底部了，然后呢接下来中共这边会有一些大的经济调整的政策。那这部分呢，应该有利好的消息，包括美国的一些风险投资人，他们都说要去炒美国股，炒这个中国股票，因为呢，美国这边要发生事情了，包括什么巴菲特呀，很多人都在卖空美股啊。今天美股又创新高，道琼呢又创新高，但是 A 股呢，现在确确实实里外都有这样的一些声音在去讲。那我看到呢，也有这样的说法呢，是认为2点，第一个呢，他说什么日子呀？现在8月22号。是在拉起来，9月3号要阅兵了嘛？必须要把这个股市拉起来，然后呢，让大家看到强军啊，强国啊，经济也要强股，都强股，那不多难看呐。所以呢，这个呢，他们就在讲，那说是不是真的强起来了呢？它有很多经济数据了，你以深圳为代表啊，和现在中国公布的进出口的这个全部，深圳你比较了解嘛哈？深圳应该是外贸的最典型的一个窗口，它的顺差就出口量在下降7%，就第2季度同比。然后呢，包括它的这个外资的，就是不叫外资，就投资啊，剧烈的下降，顺差剧烈的下降，进口呢还在增长。那他认为呢，就是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切呢都表明着。因为深圳是以进口加工再出口，两头在外边，所以呢，你能看到出口已经不行了，但进口呢还得进来，还维持着这个行业在运转，而消费、投资数据全都能够卖持上，包括它的运输啊都能够卖持上。所以呢，深圳是中美关系外贸受影响的巨大的一个窗口的表现。所以呢，他们就认为，既然经济没有这么好，这个股市就完全是为了迎合93的，是这么去看的。但是呢，有另外一个消息，你刚才不是说习近平有问题吗？这是绝对的圈子里的人，是搞金融的这帮人，我还不能说，我还得说的模糊一点，别把他们弄出来。那他们呢是看了习近平在西藏的这个时候啊，他们自己讨论，他说整个一个僵尸傀儡的形象。他说，其实这一次股市的上涨呢，是大家已经看到一些情况、迹象和风声了。这个极左的政策已经支持不下去了，现在股市真可能是中国股市的底部，所以有资金进去真的去抄底去了，这也是一种看法。你们觉得哪一种最靠谱？现在这个不是中共的有一个政策底，你知道中国股市有个政策底，一旦触到这个底的时候啊，政府的资金就大量涌出来。就是撑，而且触发一些机制。这个底是多少呢？上证指数3000点，3000点就是它的它的底啊，它的底。那这个底一旦到了这个底以后呢，它的最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出来，你不许卖了。对呀，那一段时间你就这个大机构啊，你就不许卖了。他那个卖出的那个键子是灰色的，就你根本点不进去了。也就是说，他通过这个交易系统啊，电脑这个自动交易系统就给你设好了，你到了3000点，你卖不掉了，你卖不掉，没有成交，你就跌不下去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非充分的这个成交，这个到了这个底它是用一个所谓政策来做，但其实这是违法的，根据中国证券的这个交易法，这种都是属于违法的，但中国政府不会违法了，他不管你那么多，对吧？然后，所以很多资金是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就看到这个，也就是说，我亏最多亏多少呢？亏10%、20%，是吧？但是会不会往上呢？不知道，所以他认为这个是个可能相对安全的一个线，可以进去。还有一个问题，中国现在缺钱吗？其实中国现在不缺钱，大量的钱都在金融机构里面转，没有地方投资，他不敢去投资，没有任何一个投资项目能够带来利润。你不管是你这个做电车也好，你是做什么新三样也好，你是去搞房地产也好，或者你做别的这个制造业的东西也好，没有任何一个项目现在是盈利的，唯有一个东西是这个没什么风险的，就是这个，你连地方债你不敢买，对不对？你地方债你不敢买，你唯一的就是买国债，你买点国债，那个利率就这么多，
没有任何其他投资工具了。所以现在相对来讲，这个股市可能就是属于什么呢？比较相对来讲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但是这个东西啊，对这个个人股东啊，对小股东来讲，这个是很危险，因为中国股市会发生的情况是慢升急跌，说它升1000点，升6个月，从1000点跌下来2天，你根本就来不及跑的。你说我到时候不行了，我看情况不对，我跑不掉，你也跑不掉的。所以这个里面会反正要很小心，而且中国人以前你想这个资金呢，资金池是个跷跷板，就是说能赚钱的部分大家就往里投，其他它是个相对的。你说你一年可以赚2%，他一年赚3%，大家就跑3%去了。现在跑到股市里面，股市大量的公司都是亏损的，去年的上市公司亏损是创纪录的，亏的很多很多。那为什么资金往里面跑呢？因为放在那个地方比别的地方还安全一些。你要投那个地方债或者投别的，可能你亏的那个太惨了。全部亏光，所以相对来讲还安全，所以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这个很有意思。炒中国股票绝不是看基本面，就是经济好还是不好，也不看技术面，什么这个走势这样那样的超买，主要就是政策面，消息政策，主要就是政策，就是政府准备怎么干，这个一个。就这么大一个池塘，里面有一条跟这池塘差不多一样大的鱼，你说这个水怎么波动？你不看那个鱼，你看什么呀？就只能看那个鱼，那个鱼就叫中国政府。OK。没有啥评论，我就是静心聆听。以前不是别人都说中国中国没有什么牛市，没有熊市，只有猪市嘛，就是朱镕基的事，就是只要他想一想，该升了你们就得升，该跌了你们就得跌，只有猪市。所以呢，现在呢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时间点哈，新闻消息也非常的多。中国大陆呢现在已经开始要9月1号嘛就是全民社保强制执行。现在各个企业已经开始收到这样的通知，你们企业有几个人符合缴社保必须要缴社保的这种规格，所以呢现在已经开始都已经开始做好准备了。那么消息也非常多，包括呢大家把胡锡进的工资给巴拉巴拉给翻出来了等等。胡锡进多少钱？说到33000，33000一个月退休的钱。对。然后3万3，胡锡进就出来辟谣嘛，因为他前2天他不是支持这个强制社保嘛，他支持这个社保呢，就说哎呀这是对老百姓善意的一种举措呀，等等等等，大家就把他工资给亮出来了。一个中国农民一个月多100倍。他自己还承认说的，这个农村的老人呢，养老金一个月才100-200人民币。对。然后大家就把他的工资翻出来，他自己后来说怎么最近有人给我打电话说让我请客，这怎么回事？后来才搞明白，有人说我有一个月3万3，你给我发的呀，你可别给我造谣传谣了哈！你再不赶快收回去的话，明天就有人管我借钱去了。你说错了，我根本哪有那么多钱？我只有32800。他也没说大家说你亮出工资单也没有说也不说这些事儿。然后所以这件事情大家网上都在吵它到底多少钱，所以呢这件事情本身都是围绕着中国的经济收入这个极度的不平等，他们就在说它好像是属于正厅级吧，对，再加上正厅级，好像是对正厅级，而且它还是属于叫做特殊职位津贴，加起来呢至少应该有15000到25000，但是呢就是说如果就是至少是15000-25000，但是呢再有它其他乱七八糟加起来一个月3万35000是很有可能的。对，没错没错，尤其在北京，真的那么高吗？这里头有几个数字吧，咱们先前的时候我们有也别跟我们爆料几方面我说一下，是上海叫做上海的什么嘞？上海的体制内的事业单位退休职工80多岁，退休金是8000将近9000块钱。然后呢，在河南河南新乡一个地级市事业单位退休职工也有5000块钱。那么同样这样的市，
55岁的处级干部退休金是12000块钱，河南新乡而已啊，也不是什么河南郑州，河南新乡而已。所以呢，照这个样子哈，这一线城市，那北京啊，那不光是一线城市了，首都啊，北京的老胡拿个3万以上的退休金是完全可能的。对，所以现在网上那么惊呼，只能说用一句话来总结，叫做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力。对，哎呀，因为现在中国一个大学生啊，跑出去有个4-5千已经很厉害了。哎呀，对，我觉得这是不可思议啊！当然我离开中国很久了，但是我现在是因为做早安中国看这些东西，看到我真是目瞪口呆。中国现在是老人有钱，对。包括我老人还家人得加个条件，体制内的对，体制内的这老人有钱，然后年轻人没钱，国家是靠上班的人支撑的，现在是退休的人钱很多，上班的人没钱，所以现在不说吗？家里有个老的，那个千万，特别是拿退休金的，千万不能让他死了。所以现在年轻人就不上班了，对不对？对啊，就去把老人伺候好，对，一直可以活下去，老人多活几年，那自己多几年保障。别人都说中国古代就告诉你了，家有一老，什么有一宝，有一宝，一个月3万多的收入，你不护好，这个宝这现在真的成了生命线了啊！对呀，这就是太荒唐了，这样下去，这个国家怎么办呢？这个你想，如果这个像老胡这样的，他有一个子女，如果出去工作，如果他不从这个走后门啊，或者找关系啊，他的这个孩子出去工作，也就是大概5-6千、6-7千，1万块钱已经很厉害了，是不是？你不如这个请假回去照顾他爹，这个1万块钱不用请假，4-5千块钱就没什么意思了啊。那1万块钱还是能也算不错的了。就在中国年轻人现在能拿到1年12万也不错了。在中国现在这个经济情况之下，刚才说家里有老有医保，你碰上那个魏金超他妈那样的，还让他儿子在军队里边去送情报，家里有医保，你有一老，你得看什么样的老，你碰上胡锡进1个月3万5的，当然了哈。那我也有啊，在中国那种老干部啊，那种家庭在医院里边都不让他死癌，我知道，满身插管子，就是不让他咽气儿。对，那这种事儿也出来了呀。帝国那里面差不多，拿一个营养液泡着，然后插上管子，那最好了。反正1个月有的多的啊，这个就是将军级的，他现在80多岁了，还没死呢。10万多。一个月啊，10万多哦！这管子这怎么也不能断呢？就你说他家里面的人，当然你怎么这个管子怎么都不能拔的，你知道吗？除了这个你除了工资以外，他还有其他的津贴，就是说，比如说用车。这个什么保姆，什么警卫，什么还有那些的，那是都隐形的。共产党把自己的人照顾得好好的，对，没错。至于国家怎么样，根本不是他自己人照顾得好好的，还得加一个条件，你得站对队了。没有条件的话还不对。行了，今天呢，我们其实好多事儿啊，我就讲这个例子呢，会有很多事情在不断的在发生当中。那动一发都是。这个牵一发动全身，那咱们就每天盯着这个新闻呢，就天看热闹一样。而且现在呢，发生在中国的、发生美国的这些事情呢，互相都是会有重大的影响。而这一次，咱们华人全都卷在里边，两边都能看得很清楚，尤其在海外，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呢，再一次谢谢大家哈，别忘了订阅，把我们的节目呢给更多的朋友们去看一看，特别是新移民，可不要做那种糊涂妈，把自己孩子给害了。那现在呢，美国已经开始要查5000万的5500万的拿签证的人，查你有没有反美倾向，各种签证的是吧？反犹倾向，对。违法事宜，对吧？现在洗地还来得及吗？拼命发这个美国好啊！所以这都托呢中共的福啊，对美国的这种渗透，也呢托美国这种开放系统、民主制度的这种福。大家随便讲，也就把自己的真实的行为呢变得很清楚。不过呢，我看到这个消息方面，我就有一个想法，这是咱们人的肉眼能看得到的。你人走过必有痕迹嘛，对吧？你在社交媒体上，你觉得美国很自由，你随便说随便想。现在美国家长回来了啊，川普来管事儿来了。你说按照这种信仰的角度上的话，也都在讲最后有审判嘛。你在人间的时候，你做什么了？你做善了，行恶了，最终也要一个审判的。你总觉得好像没什么事儿，有点像现在之前没人管事儿的时候，你想说什么说什么。现在有人管事儿的时候，你这一切隐藏都不行了。所以呢，在这个事儿上。
不妨去放开思维去想一想，人在世啊，真的是诸恶莫作哈，也莫人善小，莫不为呀。所以大家还得做点正经事儿，这才能适得万年全，对吧？别像那个孩子似的，1.2万美金啊，给自己换了一个终生的监禁，这要图取什么呢？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吧。OK，好，谢谢我们所有的在座的，说2小时够累的了。谢谢所有陪伴着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啊，下次。